热成像仪器扫描，发现黄金蛋竟呈现出暗蓝色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向小孩借用了半瓶可乐，于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仿造的黄金蛋彻底融化。随后，女探员赶紧下令，立刻关闭会场大门。突然，人群中一个身影闪过，并且成功逃出会场。而此时，强森做出反应，在大门即将关闭的瞬间，快速跟上了神秘人的步伐。然而，却因为身体太过庞大，最终被大门夹住身体。此时的盗贼渐渐赶忙脱掉外套，然后再次反穿起来，成功躲避保安的追捕。可就在即将逃出大门时，竟发现女探员守在门口。他为了成功逃脱，竟掏出烟雾弹按下按钮。这时强森刚刚赶到，却与渐渐擦肩而过，于是他又再次返回追捕。没曾想渐渐身手敏捷，轻松利用身材优势，成功穿过狭小的脚手架，但强森却被彻底阻挡。然而他还有脑子可用，立即查看地图寻找近路。此时渐渐却被保安团团围住，于是他跑进一旁的工地，利用脚手架的高低差与几名保安进行缠斗在一起。此时保安抓住他的外套，他便徒手将其反绑，然后迅速往上攀爬。随着拔掉脚手架的插销，他也成功摆脱保安的追捕。就在拔掉最重要的一根插销，整个脚手架瞬间全部坍塌。还不等他开心几秒，强森便用手枪成功拦截。此时渐渐举手表示求饶。就在他准备交出背包的同时，女探员却突然出现。渐渐趁机打掉强森的手枪，准备逃之夭夭，却还是被强森一把抱住身体。很快两人就冲出窗外，一起摔倒在屋顶的边缘。眼看两人拉扯无果，渐渐往下看去，立马有了新的决定。随着管道的走向，渐渐轻松落地。眼看渐渐已经逃跑，强森看向旁边的楼梯，果断跳了上去，然后用58码大脚一蹬，成功倒向一旁的围墙。逃跑的渐渐突然停下脚步，因为强森拦住了去路。最后他也只能跳下围墙，借助帐篷的缓冲，毫发无伤的落地。此时的店老板骂骂咧咧，身后却又掉下一个大块头，这次可就不只是变形了。然而逃跑的渐渐仅用一根领带，却换走了青年的单车木托。而强森可不会这么干，他竟然看上了一旁的帕拉梅拉，上车后立马按下启动按钮，然后一脚油门下去，就要开始他的速度与激情。可才刚开出几米，却被5菱宏光撞得稀烂。还不等他抱怨车主，渐渐就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时间过去3天，渐渐便开着小船来到巴厘岛，走进自己的私家小别墅。就在他放下包包，准备痛饮一杯时，身后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等他转身后才发现，竟然是强森这个老六等候多时。此时警察也冲了进来，这次渐渐就算插翅也难飞。可他依旧不服输，询问强森是怎么找到自己，而强森却表示是个叫教主的人提供的线索。此时渐渐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最终渐渐被逮捕。而女探员为了金蛋的安全，让强森单独保管黄金蛋。可就在他准备上车，司机却告知后门没有关上，于是让他再次返回查看。正当他打开车门后，发现金蛋依旧安然无恙，但他仍旧感觉不太对劲。殊不知车旁还有个女特警。等他再次返回确定，女警却早已消失不见。此时强森的车渐行渐远，而躲在车底的女特警站了起来，并且摘掉头套露出她的真容。2天后，强森正准备回国，没曾想女探员走了过来，她掏出包里的黄金蛋。此时强森还一脸茫然，而女探员单手托起黄金蛋。起初强森以为是渐渐使坏，可女探员说自己查过渐渐行踪，根本没有那个可能。但唯独有嫌疑的只有强森，因为临走时黄金蛋只有强森保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查到强森的瑞士银行账户，竟不免地多出800万现金，而且还是被盗的同一天出现。此时强森还没理清思绪，就被警察彻底控制。很快他被送进一个超特殊的监狱，这里全年天寒地冻，并且只有飞机才能到达。可强森刚被关进牢房，身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，竟然是和渐渐一个牢房。此时渐渐伸手向他示好，却被强森拒绝。然而渐渐并不会就此放过他。就在吃饭闲聊时，强森才知道黄金蛋一共有3颗，传说是埃及艳后的宝贝，3颗代表永恒的爱。如今有个土豪放出狠话，谁能在他女儿的婚礼上送来3颗黄金蛋，就能得到5亿美刀的奖励。而渐渐还知道第2颗的下落，他被一个军火商保存，并放在他的地下室仓库里。同时渐渐又开始作妖，他不断小声提醒强森，千万不要让其他的罪犯知道他以前是警察的身份，不然将会惹上大麻烦。此时强森强调他已经知道，但渐渐就是渐渐，竟然开始大声提醒强森，千万不要告诉所有人，他以前就是个警察的身份，这让强森彻底无语。此时一个狱老大走了过来，他打翻强森的饭碗，一旁的渐渐又推了一碗过去。狱老大再次打翻饭碗，忍不住的强森站起身来，表示自己并不想惹事，而一旁的渐渐却等着看戏。然而强森还没动手，就被狱警控制了局面。回到牢房的强森准备教训渐渐，却被赶来的狱警抓住，表示有个长官想要接见2人。等他们来到长官办公室，才发现这个长官是个美女，并且还是那个所谓的教主。首先教主表明了是自己偷换了黄金蛋，同时帮强森在瑞士银行开了账户，还打了800万进去。如今黄金蛋已经在自己手中，同时在48小时内
第2颗也很快就会到手，而他想知道第3颗弹的踪迹。此时强森表示他并不知道，于是教主拿出渐渐的录音，没想到只有渐渐知道。为了怂恿两人能够合作，他开出10%高额的佣金邀请，但被渐渐拒绝。为了给两人下套加入，他临走时表示如果再晚点就剩5%。此时为了逃出这里，强森不断劝说渐渐答应，可渐渐依旧不想与强森成为组合。在强森不断的坚持下，最终渐渐决定强强联手，尽快逃出监狱。他用洗澡时偷来的大肥皂丢进满是硝酸的清洁剂中，这样就得到了硝酸甘油。而就是这么简单的骚操作，渐渐编制成了一个烈性炸药。紧接着，两人趁着混乱开始解决赶来的狱警，没曾想却被狱警逼入困境。还好他们动作统一，一气呵成，让几个狱警很快进入梦乡。随后他们跑向通道口，此时强森发现门被反锁，需要门卡才能打开。然而渐渐却说早有准备，原来上次趁着强森挨打的间隙，他竟偷偷顺下狱警的门卡。显然渐渐早就准备越狱。正当他们跑进广场，值班狱警就接到报动电话。此时他们跑向刚修补的围墙，可强森却不知所措。然而渐渐则让他闭嘴。果然偷奸耍滑还得看渐渐。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，两人谁都不敢先跳。这时狱警已经快速赶来，就在狱警伸头查看，他们刚好躲过狱警的追查。如今两人一旦稍有不慎，必将会交代于此。可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必须打败看守的狱警，然后抢夺大门对面的直升机。此时小渐渐趁着守卫看抖音的间隙，给他介绍了身后的强森。强森刚捡起地上的枪，里面的狱警就发现了他。此刻渐渐飞速奔向直升机，而强森则为他殿后。然而飞行员看见逃犯冲来，赶忙拿枪准备反击。然而渐渐却摸了一把积雪，直接甩手砸中飞行员，紧接着一把抱住大腿甩晕他。此刻监狱火力越来越猛，同时强森子弹也全部打光。另一边的渐渐已经启动直升机，眼看情况危急，强森一把拖走地上的狱警，拿出他身上的配枪，打断大门铁链，将狱警彻底关在监狱里。此时一名狱警掏出火箭炮，瞄准了强森。强森见状拔腿就跑，然而还好强森福大命大，抓住了一旁的缆绳。此刻狱警打开监狱大门，对着直升机就是一顿突突。可渐渐根本不惯着他们，快速将直升机调转方向，直接开启加特林照顾他们全家。深陷危机的强森不断攀爬，刚爬上最顶端，却发现渐渐正准备离开。他快速弹射起步，一跃跳进半空中的直升机。I was praying for you. Me that shit. You were gonna leave me? 突然，直升机内警报器响起，原来是狱警正用火箭弹瞄准他们。就在狱警按下扳机，火箭弹火速飞来，强森立马打开另一边机门，成功让火箭弹穿膛而过，击中了远处的山峰。就此，两人成功逃出监狱。而他们下一步要做的，就是去寻找第2颗黄金弹。他们来到军火商的家，这里有全球最顶尖的监控系统，共27台8K 摄像头监视，甚至还有24小时无死角监听。而通向金弹的保险库更是军用级别，既不能钻空也不能引爆，想要进去也只有军火商本人，并且不仅得有军火商的人脸，还要配上他的声音，然后就是输入12位临时密码。由于密码每6分钟更新一次，而每一次都会传到军火商的手机，如此艰难的偷窃行动，在小渐渐这似乎都有办法解决。此时强森突然间发现，教主竟然也来到了舞会。他来到教主身边，一把抓住他的小手涌入怀中，跳起了那笨拙的舞蹈。然而他们的举动却引起了军火商的注意。与此同时，装扮服务员的渐渐也拿到指纹，而军火商只想和教主成为朋友，这让强森不得不借机离开，同时也顺走了军火商的手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女探员也潜入了这里。就在军火商开始上台演讲时，两人的计划便随即开始。渐渐藏起军火商的酒杯，然后拿起一杯红酒，直接撞向强森的怀中。这种行为也被一旁的管家看到，果断让渐渐带着强森去包间清理。就在强森进入房间时，渐渐则趁机侵入监控系统，将画面调成静止状态，然后调走保险柜门口的守卫，成功进入军火商的房间。可就在强森打开暗门后，一个转身碰到拿着酒杯的渐渐，这下杯子彻底破碎，就连指纹都可能被摧毁。但强森并不慌张，毕竟他知道渐渐什么办法都有。果然，渐渐从碎片中找到一块，立马用硅胶套复制上面的指纹。此时强森递过军火商的手机，成功打开手机屏幕，然后强森根据手机上的密码快速输入那复杂的12位，接下来就是人脸识别。渐渐通过人脸复制系统迅速打开这道肛门。可两人刚走进保险柜，才发现教主在此等候多时。眼看三人此刻必须决一雌雄，于是教主便脱掉了高跟鞋，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。随后他低头看向脚下，然后一把拖来武器，一个挑钩便接入长矛，同时强森一个大肘击也拿到了自己的小盾牌。此时渐渐看着里面的手枪，一个强力肘击下去，
却差点造成5级残废。女人眼看时机已到，果断对两人发起进攻。然而每一次攻击都打在可怜的渐渐身上，吃亏的渐渐很是吃亏，赶紧拿下一旁的狼牙棒。而教主却步步紧逼，同时强森也围了上来。眼看两个男人占据最佳位置，可依旧挡不住教主的攻击。此时军火商得知有人闯入保险柜，迅速带着手下前往查看，而保险柜里的3人依旧拼杀，根本没有丝毫的畏惧。然而渐渐本想抓住机会打一场，可当教主准备迎战时，他却吓得落荒而逃。此时教主捡起地上手铐，一把铐住小渐渐的手，跑来支援的强森也被他铐住，最后仅用一脚便把两人打得狼狈倒地。最终教主成功拿起黄金弹，同时军火商也带人赶到。此时渐渐表示自己只是路过，而后面的女人才是小偷。随后军火商缓缓向女人靠近。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confession, my lady? It's a pleasure doing business with you. I told you they'd come. 原来都是教主的一场剧，这让两个大男人彻底懵了。很快他们被绑进斗兽场的地下室。此时军火商正准备严刑拷问，突然教主提着香槟跑来，本以为他是来庆祝胜利，然而却是来询问小渐渐，说出第3颗蛋的具体位置。很快渐渐便拒绝回答，可教主怎会就此放过机会？于是推来高夫和电压椅，准备对一旁的强森下狠手。眼看好兄弟要遭受酷刑，他的内心却泛起波澜。正当教主再次发问，可渐渐却依旧没有答复。于是教主双管齐下，痛的强森都开始嗷嗷大叫。此时渐渐还是保持沉默。随后教主只好把负荷加到最大，继续对着强森做起电疗。一旁的军火商彻底看不下去，果断脱掉外衣，然后走向身体强壮的强森，单手紧紧掐住脖子。很快强森就因缺氧开始翻白眼。 Okay, stop! I'll tell you. It's in Egypt. 而且是金字塔的密室内。起初教主根本不信，但渐渐解释自己母亲是考古学家，当年是他们把第3颗藏了起来。最后教主为了庆祝，他和军火商喝下了香槟，没曾想军火商那边放了迷药，瞬间就倒地不起。随后教主装可怜引出门外保镖，等保镖蹲下查看情况时，一脚将其打晕，然后他带着第2颗黄金弹，哼着小曲便开心的离开。此时两人还在埋怨对方，突然军火商被吵醒，而且他的神志也模糊不清。同时他发现了桌上的手枪，一把拿起手枪开干。还好他的眼神里没有目标，让两人成功躲掉子弹，手枪内的子弹全部打光，这让强森根本忍不了，挣脱手铐一拳就送了过去，然后自顾自的就要离开，这让渐渐很是气愤，凭什么丢下他一个人在这？此时强森埋怨他不顾自己的死活，竟让他承受那么自己的电疗，如今他要去逮捕教主，还自己一个清白。然而渐渐却表示，没有自己根本找不到黄金弹，因为刚刚他骗了教主，现在两人再次成为搭档。他们刚找到通道，才发现自己竟然进了斗兽场，这里还有公牛等着他们。就在两人说话间，公牛便向强森冲了过来，眼看公牛根本不想放过两人，再次对准方向狂奔，惊慌逃跑的两人迅速跳过栅栏，成功躲避了公牛，同时也让强森觉得小渐渐属实真的很贱。很快两人踏上了通往埃及的火车，可渐渐却还是嘴硬，根本不告诉强森真实位置。无奈强森只好将他推向火车外，用他的生命逼问金蛋的下落。眼看对面火车急速驶来，渐渐却要赌上一把。最终他赌赢了，强森没有对他下毒手，而是用自己的故事打动了渐渐。最后渐渐说出了第3颗蛋的位置，而具体的位置却是在他父亲的手表里。很快两人来到丛林里，寻找那个坐标的具体位置，可两人走了几天几夜，也没有找到最终的坐标。气愤的强森一把撕掉可恶的地图，抱怨当初就不该相信渐渐。来到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，可就在他砸掉指南针时，地面悦耳的金属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，于是扒开上面的土壤，果然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。随后强森用力拧开门锁，拉开紧闭的大门，竟然是宝藏的秘密入口。此时渐渐拉上旁边的电闸，里面瞬间亮起了大灯。随后两人来到一扇大门前，而门上的钥匙孔竟然是父亲那块心爱的手表。随着按钮的旋转，肛门也彻底被打开，同时内部蕴藏着各种奇珍异宝，甚至还有一辆1931年产的奔驰770，这让渐渐兴奋不已。而强森则发现了一个通道，想必所有的物品都是从那运进来的。还不等他们过多思考，渐渐却发现父亲的箱子，于是打开查看，果然是那颗金灿灿的黄金蛋。此刻强森还想感叹，却被渐渐一不小心脱手掉在地上。这时渐渐还幻想着如何卖掉，而教主却再次跑了进来。 Your entrances are bullshit. Egypt? Did you really think I ran right off to the pyramids on your good word? 这个结局渐渐真没想到，在教主的威胁下，他还是乖乖的递了上去。还不等教主拿到手，女探员却再次跑来搅局。很快双方发生枪战，但为了赶紧逃跑，教主决定启动那辆奔驰770。可渐渐怀疑那古董是否能启动，于是渐渐便开始尝试。然而女探员火力逼近，根本不给渐渐时间。最终渐渐成功启动车辆，而教主却挂档起步。惊慌失措的渐渐只好踏步躲进副驾。在接近隧道处，渐渐赶忙丢出手雷。 而探员也找到其他吉普车，迅速启动车辆，并且紧跟3人的步伐。随着几人在隧道内的追逐，他们成功甩掉了几名警察，可依旧没有甩掉女探长。
经过2车的拉扯，黄金蛋突然跳出背包，而渐渐赶忙起身一跃，抱住黄金蛋并跳上了奔驰770。眼看自己即将滑落，强森一把抓住他拉进车里，然而前方却没有了逃跑的路。教主决定冲出瀑布，于是他加大油门。此刻渐渐成功拿到黄金蛋，就在他上岸后寻找强森，却没有看见他的踪迹，于是果断选择离开。但他还是跑了回来，迅速放下手中的金蛋，跑进水里寻找强森。然而强森却早就上了岸，在2人争吵中，教主也总算爬上了岸边。正当渐渐侃侃而谈时，强森却拿出了手铐，然后深深地看着教主。最后2人吻了上去。这时渐渐才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可怜的小丑，原来强森一直都在欺骗自己。最终他也只好乖乖交出黄金蛋，同时强森也把他铐在树上。转眼间富豪女儿的婚礼如期举行，同时富豪也集齐了3颗黄金蛋，但女探员也赶过来，他们逮捕了富豪，毕竟这3颗金蛋是非卖品，而远处的强森和教主才是人生赢家。他们不仅仅获得了奖励，还拥有了奢华的美好假期。